呢部係同過去與別不同嘅 Samsung Galaxy S 系列手機，今次同你講嘅就係呢部 Galaxy S22 Ultra 上手咗一段時間，同你講佢嘅體驗同埋手上其他旗艦機嘅比較，想知就記得睇落去啦。介紹下自己先，我係 Wallace，喺呢個頻道我會同你試玩評測唔同嘅手機、平板同埋手提電腦。想知更加多咧，就記得撳個訂閱掣，撳埋隔離嘅鐘仔，有新片嘅時候咧就會即刻通知大家噶啦。講下個設計先，背面採用霧面玻璃設計，同上年唔同嘅係佢機身方正過往嘅 S 系列手機，各位做咗直角切割邊嘅，硬度有少少刮手啦。成部機咧外形似 Note 系列嘅新一代嘅感覺，鏡頭組由上代好突嘅鏡頭組設計變成今代攞走咗個 camera bump，雖然係厚咗少少嘅，亦都比上代重咗少少，但係整體手感攞上去冇咗之前嗰兩代頭重腳輕嘅情況咯。設計呢部分呢，佢今代嘅配色、機身設計其實我幾中意嘅，不過係咪話好有新意？其實冇乜，只係改良咗個鏡頭組設計，同埋令到嗰種一體感好咗，手感都好咗咯。兩邊玻璃係用咗最新嘅 Gorilla Glass Victus Plus， 不過係咪好硬淨呢？睇你好唔好彩啦。我自己用套黐芒貼呢，雖然就跌過，但係冇事。不過知有人跌爆咗。連接佢支援最新嘅 WiFi 6E 制式，藍牙 5.2 5G 支援雙 SIM 卡嘅，不過就冇再跟 microSD 卡俾你啦。逼你買雲端服務啦。解鎖方法都幾有感嘅，佢嘅超聲波指紋解鎖一開始由超級垃圾，到每一年咧佢嘅體驗都好咗，亦都明顯準確度同解鎖速度都進步咗好多。今年嘅解鎖真係好快嘅，輕輕掂一掂都已經 detect 得到㗎啦。就算隻手濕同埋污糟都可以解得到嘅，係非常滿意嘅呢個位。面部解鎖都有嘅，速度都唔差，不過就未有口罩解鎖功能啦。螢幕今代係一塊6.8寸 Dynamic AMOLED 2X 雙曲面螢幕，解像度3080x1440，支援 HDR10+， 同埋支援 120Hz Adaptive Refresh Rate。今代升級嘅係佢官方指佢嘅螢幕刷新率可以由1Hz 同 120Hz 咁轉，實際佢會幾時用得到 1Hz 呢？其實我就唔係好清楚嘅啫。簡單嘅螢幕刷新率測試嘅話，就會睇得到靜止嘅時候咧係24，掃嘅時候咧係120Hz。不過就唔肯定係咪程式問題，去搞到佢睇唔到更加低嘅 refresh rate 啦。另外官方指佢今代嘅最高亮度咧係去到1750 nits 嘅，呢度講緊佢係 HDR 峰值嘅亮度。如果日常使用嘅話咧，其實亮度大致上同 iPhone 係一樣嘅。YouTube HDR 影片其實表現都好接近。出街用嗰陣時咧，兩部都係會因為最後過熱而強制限制咗螢幕亮度嘅，所以用得耐係會暗咗嘅。而唯一睇得出嘅分別就係 Netflix 啦。Netflix 嘅 HDR 表現，我自己睇到嘅 S22 Ultra 係會暗過 iPhone 嘅。我上網睇過佢其他人嘅測試，其實大致上都係咁啦。至於佢點樣推得更加光呢？熄咗個螢幕最佳化亮度佢之後，再校額外亮度，咁睇就唔同啦。亮度表現都會好咗嘅，都會光咗。不過出街用嘅時候，都係會因為發熱而好快強制降低咗螢幕亮度。咁所以咧，呢個功能咧就基於 Galaxy S22 Ultra 全屏體驗好啲，曲面屏雖然好多人都唔中意呢個設計啦嚇，但係我自己覺得佢增加咗全屏體驗嘅，加埋色彩好好。我自己覺得 Galaxy S22 Ultra 其實螢幕係一塊好好嘅螢幕嚟嘅，整體用嚟打機睇片都有個好好嘅體驗。當然亦都有人唔中意佢嗰個挖孔屏設計啦，但係佢用挖孔屏俾到一個更加好質素嘅前鏡頭，其實我都接受嘅。至於聲質，繼續係雙喇叭嘅設計，大致上同上一代一樣。聲質都好唔錯，聲量都係好足夠嘅。
你呢度睇到嘅係 Galaxy S22 Ultra 拍片出嚟嘅效果，大家覺得點呢？雖然每一代都話拍片改善咗，究竟今代嘅表現好唔好過其他手機同埋上一代嘅 S21 Ultra 呢？而你又應唔應該買嚟拍片同影相用呢？我哋嚟睇下啦。鏡頭嚟講，今代嘅鏡頭組同上代差唔多嘅啫，搭配一個1億800萬像素主鏡頭，一個1200萬像素超廣角鏡，一個1000萬像素遠攝鏡，同埋一個1000萬像素10倍光學變焦鏡鏡頭。嗱，我就冇辦法做到好詳細嘅表現比較嘅。如果要做晒所有測試嘅話呢，條片應該1個鐘，你都唔會睇咁耐啦。日拍表現嚟講呢，整體今代嘅影像處理同埋調節冇咁 aggressive。整體嘅暗部冇推得咁誇張，整張相睇落係平衡啲嘅，我覺得，亦都睇落自然啲啦。雖然喺 Samsung 手機上面你話張相自然啲，係我覺得有啲奇怪啦。不過我睇係暫時覺得係咁啦嚇。夜拍效果，今年主打係夜拍嘅影像處理表現提升咗，整體無論喺邊個鏡頭都好，佢嘅低光表現係好咗嘅，相嘅雜訊都少咗，相嘅細節清晰啲，亦都 sharp 啲。動態範圍亦都改善咗嘅，亦都睇得出呢代嘅 S22 Ultra 相嘅味精感冇咁重啦，嗰種明顯製過張相嘅感覺係會少咗嘅。人像模式嘅話呢，整體嘅影像質素、曝光、色彩表現都係同上一代有改善到嘅。拍片嘅話，今年多咗 Variable Frame Rate 呢個功能去提升低光下嘅拍攝表現，係有好咗少少嘅。同埋佢最新嘅 Video Digital Image Stabilization 有幫到影像穩定嘅，整體拍片曝光都好咗，穩定都好咗，亦都少咗雜訊。雖然仲係幾多雜訊下啦。至於同其他手機比較嘅話呢，日拍表現其實我自己睇落就唔算分別好大嘅啫，整體表現都好接近，睇得出嘅係 S22 Ultra 睇落咧都會鮮豔少少。雖然就通單咗，色調去睇 iPhone 13 Pro 喺日拍偏暖色調多啲 ，S22 Ultra 偏冷少少 ，Pixel 6 Pro 就喺兩部嘅中間啦，睇落色水係沉啲嘅。如果影開食物相嘅話，S22 Ultra 會睇得出鮮豔啲嘅。如果中意影開食物 po IG 嘅人，可能會比較 prefer S22 Ultra 直出嘅效果多少少。夜拍嚟講呢 ，S22 Ultra 嘅防眩光表現係做得最好嘅。另外嘅係色彩效果喺夜拍都有少少唔同嘅 ，iPhone 都係偏暖色調多啲 ，S22 Ultra 會偏冷色調少少。S22 Ultra 睇落呢，我嘅觀感上係自然啲嘅，似多啲我嗰下影嘅環境。喺黃燈下嘅表現 ，S22 Ultra 嘅動態範圍相對上好少少，陰影位保留得好啲嘅，冇推得太過。至於色彩調節就偏紅色少少 ，Pixel 係 HDR 運算會進取啲，陰影會推好出啦。至於 iPhone 13 Pro 同埋 S22 Ultra 嘅效果差唔多，主要係 iPhone 13 Pro 會偏綠色少少，而 S22 Ultra 就係偏紅色少少咯。喺再低光啲嘅環境去睇 S22 Ultra 同 Pixel 6 Pro 會攞到一張曝光比較好少少嘅相，色調就會有啲唔同啦。S22 Ultra 會紅少少。Pixel 就會比較接近當下環境嘅顏色，超廣角鏡嘅表現，色同效果就睇個人喜好。基於 S22 Ultra 陰影位保留得多少少，冇夾硬推得咁高，我自己睇落覺得係自然啲啲嘅，不過都係睇你 prefer 邊種嘅調節效果咯。自拍表現嚟講呢，佢今代嘅自拍表現都幾出色嘅，雜訊喺3部機裏邊呢係最少嘅。影像整體曝光表現都好啲，同埋睇落 sharp 啲嘅。人像模式 S22 Ultra 咧係會偏冷色調 ，iPhone 13 Pro 偏暖色調 ，Pixel 6 Pro 整體色調都係沉少少，而輪廓係清晰啲嘅。膚色嚟講 ，iPhone 睇落最討好，不過細節就會少啲啦。夜拍嚟講呢 S22 Ultra 偏紅色少少啦。細節表現都比較好嘅 ，iPhone 13 Pro 咧色調都偏暖，相對上咧係比較柔和嘅。而 Pixel 6 Pro 都係沉少少，輪廓會清晰啲嘅。不過放大睇嘅時候咧，嗰啲細節就唔係好太好睇啦。唉，雖然都係我個樣嘅問題啦，我覺得。拍片表現嚟講咧，拍片穩定喺今年 S22 Ultra 進步咗唔少嘅。喺3部機裏邊去比較咧 ，S22 Ultra 會比較穩定嘅效果。
不過如果拍嗰陣時震得好勁嘅話，會出現嗰種影像撕裂嘅修正痕跡，亦都明顯嘅。而雜訊咧同整體曝光表現好過 Pixel，不過同 iPhone 13 Pro 相比咧都有一段距離。尤其是低光表現同夜晚拍片嘅效果 ，iPhone 真係好多咯。另外講講佢今年嘅 Xperia Pro Wall，你需要喺 Samsung Store 嗰度 down 落嚟用嘅一個 app 嚟嘅，同佢相機內置嘅專業相片界面差唔多，多咗個直方圖去俾你睇曝光。同 Apple Pro Wall 嗰個概念其實差唔多，佢喺 RAW 檔嘅拍攝係會用好多張相去合成一張動態範圍比較高同埋更加少雜訊嘅一張16bit 嘅 RAW 相。理論上後製空間同埋相嘅細節還原係會好啲嘅，不過實際上嘅分別同就咁影嘅話，可以話你攞到一張相對上冇製過嘅相，不過就算你調色都未必調得到佢本身直出嘅效果，細節還原亦都唔特別犀利啦。喺手機上真係會用到呢個功能嘅族群，應該照計嚟講係比較少嘅。仲有值得一提嘅係今年嘅對焦表現都好過上一代，轉焦速度同表現喺今代裏邊咧會快啲同再準啲 ，focus hunting 問題就唔太覺啦。好，呢個大致上就係呢部機嘅拍攝效果一對比啦。我覺得 S22 Ultra 呢代嘅影像處理係有改善咗嘅，拍攝表現都好好，只係拍片呢，我希望佢會繼續改善啦。跟住就同你睇下我最重視嗰部分啦，效能同發熱表現。今代嘅 S22 Ultra 用嘅係最新嘅 Snapdragon 8 Gen 1 12GB RAM， 效能有啲難講嘅。Geekbench 5基於佢勁快降頻，我點試呢？佢嘅跑分都係同上代 S88 差唔多嘅啫。安兔兔跑分就好咗好多嘅，表現同上一代就差好遠，同 iPhone 就睇齊嘅。即係話咧，呢一代嘅圖像處理同 AI 表現係提升咗嘅，但係淨係 CPU 嘅效能可能同上代差唔多咯。但係點都好，呢部機用落係一定順噶啦，用嚟開勁多嘢都唔會叻機嘅。打機表現嚟講呢，大部分遊戲你都可以好順暢咁玩。如果係玩普通 PUBG、傳說對決同埋一般 RPG game 嘅話呢，其實就絕對冇問題嘅。操作就基於呢部機屏佔比高、手感平衡、螢幕質素好，用嚟打機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不過發熱都幾犀利，壓力測試下降頻都大嘅。如果玩原神嘅話呢，表現同上一代嘅火龍888其實差唔多嘅啫，佢都暫時未能夠推進呢隻 game 啦。加埋發熱導致嘅降頻，佢到最後大概都係20至30 FPS 嘅啫。發熱表現，佢今代官方話佢嘅熱傳導物料同散熱設計係有改善到嘅。實際20時嘅 3D Max 測試，表面溫度都係40度左右，其實同上代分別唔係好大。打機都熱嘅，半個鐘嘅原神或者 RPG game 核心溫度係50幾度，表面都係40幾度，摸上手係會明顯覺得熱啲嘅。至於我嘅日常使用，我覺得用落都 OK 嘅，就唔算好熱嘅啫，不過都會有暖暖地嘅感覺咯。我期待下半年 Snapdragon 8 Gen 1 Plus 俾翻台積電代工嘅時候，佢嘅發熱係會得到改善啦。好，講晒發熱啦，我哋講下支 S Pen 喎。同上年唔同，佢終於俾翻個位去俾你擺 S Pen 入去部機度，唔使我用套搭支 S Pen， 加重咗成部機嘅笨重感啦嚇。雖然支筆就細咗嘅，用翻 Notes 嘅設計冇咁好揸，但係手機用係 OK 嘅。呢支筆可以俾你喺手機度方便嘅嘢，最主要我覺得就係可以 cap 圖，好快咁樣 mark 低啲嘢再 send 俾人，方便你即時記低嘢嗰陣時用，同埋咧當自拍遙控用啦。本身嘅筆觸延遲都好好噶啦，佢今代嘅 AI 進一步改善咗筆觸延遲，去到2.8毫秒，寫上手真係好黐手嘅。就算畫好快都冇明顯嘅 delay 感。不過我就唔好明點解佢支筆得黑色啦，睇落同我部機就唔算太和諧啫。系統嚟講呢 One UI 4.0 經過咁多年嘅優化，喺整體 Samsung 唔同裝置嘅體驗改進咗唔少嘅。對於整個 Samsung Ecosystem 嘅話呢，遲啲拍片再同大家講啦。同手機有關嘅一啲更新就係例如私隱嗰度，你睇到唔同程式用過你嘅相機、咪同埋位置嘅資訊，同埋當你用緊相機同埋咪嘅時候呢，右上角係會有提示嘅。你亦都可以調校程式去用你嘅精準位置定係大概位置去提升私隱度。另外，當你睇 Netflix 想做其他嘢嘅時候，今代嘅畫中畫功能去俾你調校大小。仲有就係上次講過嘅系統可以跟翻你主題嘅配色去調節程式同埋界面嘅顏色等等啦。
Samsung 承諾嚟緊嘅 Samsung 手機可以支援長達4年嘅系統更新，照計可以用耐啲嘅。我估啦。最後電量啦，5000mAh 同上年一樣嘅。今代嘅 Snapdragon 8 Gen 1功耗表現理論上好咗嘅，但係實際上同上代分別，我自己覺得唔算好大。如果攞嚟打機，電量都耗得快嘅。我嘅使用都係勉強夠用1日嘅啫。叉電今代係支援45W 快充，由於佢冇走金俾你要自己買。如果有貨嘅話啦。呢度係分別用15W、25W 同埋45W嘅 Samsung 原廠充電嘅數據，俾大家參考下啦。呢部機最好用快充啦，如果唔係咧係差得好慢㗎。今代嘅 Samsung 機皇 S22 Ultra 係冇錯嘅，整體嘅設計、拍攝效果都有改進，螢幕影音娛樂體驗都好出色，亦都將支 S Pen 擺翻入部機入邊。最大問題我都係覺得仍然係粒 chip 嘅發熱同埋整體效能穩定度，仲有拍片質素就唔太得啦。大家會覺得點呢？可以留言話我知嘅。最後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呢，記得撳個訂閱掣，撳埋隔離嘅鐘仔，有新片嘅時候咧就會即刻通知大家啦。我係 Wallace，我哋下次見，拜拜。